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聊天截图被爆出来，欢瑞老板娘牵线，诚意和富婆约饭实锤。大家好，我是俊熙啊，又见面了。俊熙会一直为你带来关于娱乐圈的新的好玩的资讯，做一个拥有有趣灵魂的人。在这冷清的世间，想用文字的温度去触碰笔尖，传递正能量，想做一个温暖善良之人。聊天截图被爆出来，欢瑞老板娘牵线，诚意和富婆约饭实锤。最近网络上关于诚意的争议真的很多，其中最大的莫过于就是他最近要和某位富婆约饭这件事。不论是真假消息一出来，我们就知道这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讨论，甚至一些断章取义、添油加醋的议论。这对于刚爆红的诚意来说，真的是一次劫难。诚意因为《琉璃》这部剧与司凤一个角色被大家所熟知和喜爱，也被观众认可，所以即使这部剧结束之后，还有很多人至今没有走出来。然而诚意因为这部剧大获收获的，除了人气和爆红之外，随之而来的还有很多黑子以及恶意的言论，甚至所谓的黑料和八卦爆料。本身他红了之后引起的热议就已经不小了，毕竟在琉璃的云歌会那次，他因为避嫌女主袁冰妍的时候就已经引起很多 CP 粉的不满，纷纷吐槽，并且觉得刚刚出戏他就解绑踩粉儿的这种行为真的有一些过分，而且不尊重女主，甚至他还被骂上热搜，一夜之间掉粉数万。不得不说诚意也真的够惨的。其实当一部戏杀青结束之后，把他们留在平行的二次元空间，演员们还是应该回归现实，继续好自己的生活，继续好下一部作品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他解绑 CP 粉的行为也是对下一部戏的负责，这诚意也没做错什么，但是总是会有一些偏激的粉丝和偏激的人对此进行攻击。站在诚意的角度来看，毕竟《长安诺》是正在播，还不是说两部戏间隔多久。如果他和前女主再有一些过分的举动，再继续组 CP 的话，那么对《长安诺》这部戏的影响还是蛮大的。可是对于一些粉丝和观众来说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看到自己想看的结果，没有看到屏幕上的甜蜜互动，他们的 CP 就这样被诚意一手搅黄，所以他们就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。这样的自私行为和言论真的是挺不好的。然而经过几天休整以及时间快要将这件事默默淡忘之后，诚意却又接二连三地爆出了很多惹非议的话题。当这件事刚刚过去之后，诚意接着就又被爆出来有女生去探班，而且还是在别人做掩护的情况下。被爆出来的人又刚好也是和他之前有过一些绯闻争议的孟子义。当时参加1年级的时候，孟子义对他表白一事，互联网还是有记忆的。如今又变成星星之火，再次燃起八卦的火苗。其实对于剧组探班的这样行为，其实还是蛮正常的。如果只是好朋友或者同事的话，但是过分的解读就会对艺人造成影响。除了孟子义之外，还有和他同剧组的黄奕也惨遭了一些不理智粉丝的攻击。也不知道该说诚意水逆，还是他的粉丝太能做，骂黄奕倒贴，还有一些不好的言语，都上升到人身攻击层级了，这真的有点过分了。没办法，黄奕在自己的小号对那些诚意伪粉们开队，特别那些去私信的人，真的很不能理解他们的脑回路。不得不说，有一些伪粉确实很过分，也不理智。当这一连串的事情都没有落下去，也没有消失匿迹的时候，一则更劲爆的关于诚意的绯闻八卦再次出现。关于他和某富婆约饭这个消息，瞬时间就像开水沸腾一般在网络上传了起来。
而且还是欢瑞的老板娘从中牵的线，约好了4号剧组下班，然后一起过去吃饭。不仅如此，有关的聊天记录也被爆了出来，这更是像一粒石子瞬间跌到了平静的湖面上，引起了阵阵涟漪。对于爆红的程毅来说，这真的是一次不小的考验。看着聊天截图里面2个人的对话，应该就可以得出一个是欢瑞的老板娘，另一个就是这位所谓的富婆。其实作为追星去约吃饭，而且还是老公帮忙牵线去联系也没什么，但是总是有一些恶意的营 YXH 从中搅和，或者是对家如果准备黑他的话，那么就可以从中大做文章，程毅也会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。毕竟娱乐圈水这么深，作为一个演员，一个艺人，虽然看起来站在舞台上光鲜亮丽，但其实说到底也不过是一个社畜罢了。然而真正的决定权却也在程毅自己的手中，到底是要未来要资源，还是忍受这些争议，最终的决定权是在一个作为成年人的程毅的手中的。不知道有程毅到底会怎么选择，但是网络上的这些谣言也足以让他的人气再次跌落。毕竟这样的事情说大可大，说小可小，作为一个公众人物，一点负面的新闻可能都会被炒作，可能都会影响他未来的前途，也会改变粉丝和网友们甚至路人们对他的一些印象。从网络上爆出来的这些消息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富婆的身份确实很让人惊讶，确实有那个资本可以线下追星，甚至当面约饭。而且在一些平台发的言论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在追剧的时候他就非常喜欢程毅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和娱乐圈的一些人是朋友，或者是一些比较好的关系。毅真的是实红，和某富婆约饭惹争议，粉丝怕凉，网友却觉得很可怜。看到网友们的评论有褒有贬，但是多数也并不是骂程毅的，反而还是觉得欢瑞老板娘的格局小。本身这个公司的一些做法，程毅的粉丝就非常不看好，如今又出了这样的事，也难怪一些粉丝更会心凉，甚至反倒过来帮这位富婆说话，人家也不过是追星少女等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又经历这么多的争议绯闻，程毅未来的路走的真的会很艰难。一些真爱粉丝也好担心他会不会就此凉掉，毕竟一次次处在风波风口浪尖上，对他的发展真的有很多的限制和影响。但俊欣觉得只要做好自己，做好演员的本分和本职工作，做好正确的选择，不愧对于心，不愧对观众，这些事情迟早会被时间所淹没。虽然也有很多的人其实也觉得程毅也蛮可怜的，但凡事都有两面，作为一个成年人，他自己未来怎样的选择，自己未来的路怎样走，最终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在他的手中。即使为外界可能会有一些条件环境因素干扰，但是却不是能够强迫他做出选择的，或者代替他做出选择的。他究竟到底会怎样做，我们也不知道，而他到底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，亦或者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司决定的，这些我们都无从得知，毕竟我们不是当事人。或许这种事情在娱乐圈很常见，也或许在那些我们不曾知道的爆料中还存在很多类似的事情，在这大大小小的爆红之后，还会有很多个程毅。但是我们作为网友，作为粉丝，能够做到的只是在吃瓜的同时要多一丝理智，不要把一些带有主观情绪的言论放在网络上去对一个人进行踩低，或者把语言化成无形的利刃去重伤他人。